嗨，大家好，然后我叫孙日恒，我其实是个 I 人啊，是。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 E 人的朋友，外向的朋友啊。就我下面说一下，就我们是 I 人，我们不是傻子，这事大家是能理解的吗？经常有 E 人的朋友问你还会说话呀？你还能出门？就我们也是一个具有正常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，这件事大家是能，我们饿了也知道吃饭，下雨也知道往家跑。我甚至碰到认识的人，我还会主动跟他打个招呼，能怎么样？打个招呼能怎么样？回家再自杀呗，能怎么样呢？但我是那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，就是我碰到那种半认识不认识的人，我只能跟他发出半个招呼。碰到认识的人，嗨；碰到半熟不熟，只能发出一个声母。我跟你说，就是。他们还说 I 人不善拒绝，我是会拒绝，但我最多拒绝你3次，啊，不是说一定要在乎3次这个数字啊，而是因为3次就是我想象力的极限了。我想象不到人怎么能这么不要脸。在你拒绝他2次之后，他还在邀请你，再一再二不再三吗？不是。就经常有那种拒一的朋友问你喝酒吗？我说啊，不去了吧，你昨天不是刚喝过吗？你怎么还去？他说走，我请客。我说啊，我不去了吧，我今晚还有点事儿。我都说我今晚还有点事儿了，你别管我有没有事儿，你不能再邀请了，你懂吗？你怎么还得怎么邀请，还得怎么样？他说。他完全不从社交当中获得任何的反思的，我反而开始反思我自己了。我说，喝酒这事儿，就我有那么不想去吗？人都邀请我3次了，我再拒绝，不知道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。人家说不定也内耗，人家有一些社交上的尴尬，人家也难受，人家也难受。然后问我艺人的朋友，他们是怎么想的？他们说，嗨，孙日恒这人，你多叫几回他又来了。凭什么呀？他们凭什么完全不承担社交带来的尴尬？他们说 I 人是刀口向内的， E 人是刀口向外的。这怎么2回伤害都是一个人啊？我一测那个 MBTI 告诉我是调停者型人格。我说我不是什么调停者型人格，我是诸葛亮型人格。就你们有没有想过，诸葛亮他本来也不想出门，但刘备邀请了他3次。诸葛亮心想，我是不想出门，但你说就匡扶汉室这事儿，他有那么难吗？不行，帮他匡一下也行呢。真是，丞相这是一个典型的 I 人啊。他在《出师表》的倒数第4小段里都已经透露了他是个 I 人这件事情。倒数第4小段特别重要啊，第1段就有点太自恋了，最后1段就有点像结尾和心声。倒数第4小段没人在乎，在那悄悄透露自己是个 I 人，前面铺垫了一堆的治国方针，最后才敢说臣本INFP， 躬耕于南阳，苟全性命于乱世，不求闻达于诸侯。但先帝是个 ENFJ 呀。先帝他邀请了我3次，你说我再拒绝吧，亮实在是有点不太好意思了。亮配得感又低，有一些原生家庭的创伤，回避型依恋。亮真是有时候亮真是没办法。亮。丞相真是一个典型的 INFP， 我这时候跟丞相共情了，他就想待在家里睡觉而已，就我们这个人就想在家睡觉而已，那能有什么错呢？你非要叫人家出门，那不都告诉你，那不都跟你说了吗？卧龙。丞相就是被架住了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社交当中被架住的那种场景啊。我经常这样，就在一个聚会里快要结束的时间点，这个时候我要去上个厕所，主人跟我打招呼说：“哎，走了。”我就真得走了。
我厕所我也不上了，走。我行李我也不要了，走。扔掉我的行李和膀胱走，我就是。我不好意思不走，他给我架住了，我老是这样。就我是个 I 人。啊，我原来也装过 E 人，但我装不了，我就天生是个 I 人，就我先天就是这样，你能明白吗？喝中药调理不好，就是我天生就是这样，能。但是不可能的，就是这个社会不给你这样的机会，这个社会就是个 E 人本位的社会，啊，外向人的社会，你们的社会。我是个山东人啊。我从小接受的教育都是你得闯荡点，你得外放点啊！看到亲戚跟他打招呼，看到外国人跟他学英语，但是你从小都是这样的嘛？就在我爸妈的眼里，那样的人才是大人。你感觉在他们眼里，成年人不可能是 I 人，I 人不可能成年，I 人就是18死，你就。但我也能理解我爸妈，就是在他们那个年代，就是没有手机、没有导航的话，你要是个 I 人，确实很难存活，是吧？因为。这是基因决定的。我是个山东人，你看为什么东北现在全是 E 人，全是外向的人？是因为你闯关东的时候啊，你要是个 I 人，真的闯不了的，朋友们。哎，一个人能从青岛一路问路硬问到哈尔滨。2270公里。他得多 E 呀，他不光是个 E 人，他是个疯子，我觉得他真是，哎呦，我真不行，我最多到潍坊，我。外向就一直是我们自古以来的价值观，是吧？主流价值观，这是毋庸置疑的，这是。古话说得好吗？仁义礼智信。谢谢大家，我是王，谢谢大家。来，各位抓紧，在孙书恒的表演结束之后啊，孙书恒索票通道开启。再次感谢孙书恒的表演。4位，你是 I 人，我知道，哎，都 I 啊。所以大家都能理解孙书恒说到的生活里面这些沟通、怕沟通的这些困境吗？他讲到问路的时候，我太共情了。就没有 GPS 的年代，我们就活不了，简直。但是你没有拍，我没有拍，就因为他结束太戛然而止，我都懵了。我觉得你应该是还有，但是可能我不知道是舞台的时间的限制还是什么。对，篇幅限制，可能也是嘴快吧，可能也我也不知道。我昨天晚上还专门熬夜看了他那个 B 站的有一个专场，很有趣啊，三堂会审，推荐给大家。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，他这种 I 人上来就是很蔫儿，好像不是给观众讲，是说给自己的。就我看线下的表演，很多那种小俱乐部的场地。甚至是挺破挺脏的，然后打的那个光面光都不足啊，然后突然冒出这么一个 I 人，然后在那儿低着头，好像跟自己说话，那个气场氛围全是对的，所以你就感觉非常非常有意思。但是咱们今年的舞美比往年好看太多了，所以我会觉得孙书恒出来的时候，我脑子里老觉得，哎，这跟我熟悉的孙书恒的画面不一样。后来就感觉这个有点过于华丽了，所以跟那个可能有一点冲突，我不知道。所以你的灯是补的。哦，对，因为鲁豫老师没拍，我觉得表演可能还有个适应问题，但是从整个脚本上是值得3灯的。懂了，但是我非常的喜欢他，一上来就特别像他的感觉倍儿像新裤子那彭磊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一上来，然后就那个手他在这儿，你看他乐都像，就是在一个戴小眼镜老推一下。然后我跟彭磊都特别爱，然后但是我没有那么爱，他是非常爱那种。你还怎么了？哎，你跟你的朋友之间聊天，万不得已不说话是吧？都靠托梦，啊，会那种挨到俩人坐那儿半天，谁也不出声，就只听呼吸嘛。你看看现在就是这样，对不对？是会有一点对。然后我觉得好多 I 人就是因为世界让他不想张这个嘴，他在脑子里想特别多的事儿的时候，反而让人想出特别多。过于 E 的人根本关注不到的那些点，而且我觉得一上来那种共鸣，
就是懂的都懂，就是那种感觉是一种特别美的感觉。我喜欢这种感觉，是吧？是吧？就是你看我爱。我是有几个共鸣点的，是就是一个是他无法在3次之后拒绝别人，其实我自己也是做不到的，我很难做到。所以我们当年的广告跟你说3次就行了。对嘛，你多请2次就好了。但是我也有一点那种心理负担，会觉得我已经说2次了，人家都拒绝了，再说第3次会不会就讨厌了？不是，3次是肯定的。春春演出在备台的时候，我看着观众一喊绿春绿春，第3个绿春一定出来了，等到第3个啊。另外一个就是，我自己也会好奇的一个点，就之前就比如说我们4个人都是爱人，那当我们4个人在一块儿的时候，是不是在这4个人中间会有一个人一化？是这样的，春春，这个事儿我考虑过。我们除了有各自的这种所谓的人格以外，还有一个职业的人格。是的，是的，如果我们4个人在一块儿的话，我的主持人的职业人格会跳出来，强于我的人格，我得现场主持这个场景，不能让话掉下来。懂的都懂，对吧？太懂了，每回一上台就是再见爱人，再见爱人了啊。还有一个信息，你跟家人说你在罗永浩直播间工作，对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在山东你不能从事这种第3产业，就是不能从事不稳定的自由职业。对。所以你跟家里谎称在我那儿做了5年直播。对，为什么你选的是罗永浩直播间？因为其实比较稳定，是4大直播间里的老4。但前3个一直在换，所以他就一直是。只有我们老4是千年老4啊，符合我家里人的这个刻板印象。那这个节目播出去，他们不就知道了吗？会剪掉吗？剪掉，专门给他家人看。舒恒在我们直播间工作表现一直非常好。我作为这个公司的创始人，想感谢舒恒的父母，养育了这么一个好的孩子。谢谢。我每年都会在罗老师直播间买点东西给家人，说是公司发的，因为哎呦喂，有点心酸了。这符合我们的刻板印象。哎，那今年618我们一起播一场好不好？哦，可以，谢谢。来活了，就完全坐实了嘛。可以，本来也是嘛，本来也是，对，是。我跟脱口秀就是玩，跟脱口秀就是玩，是，平时还要工作的，我工作很饱和的，老板。那618专场我们俩一起。可以，没问题。和老板直播有什么感受？习以为常。公司也经常碰到吧？对，咱们在公司走廊里也经常打招呼，只是没一起播过而已。他们说618那个时间点不合适，那后边还有个818，可以跟节目播出时间配合起来。2位对818直播有什么想法？看他喜欢什么，因为他是个 I 人嘛，所以他能把什么样的讲好，或者有热情去讲和推荐给消费者什么样的东西，这看他吧，我这边好处理。向你推荐一个 idea， 我不知道您会不会感兴趣。idea 不是 idea， 没有儿化音，英音美音都不儿化。来，接着说。我有一个点子。点子。